用微光照亮夜晚，用温暖温润心灵。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来到微光夜读。本频道将为您讲述各种各样的人生故事，也许有些故事会让您热泪盈眶，有些则会让您感叹人生百态。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夜里，我口渴起来喝水，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奇怪的短信：苏倩，我是小蕊，你一定要小心你的男朋友秦志远，因为下一个死的人很可能是你。看到这条好像只讲了半句的短信，我惊出了一身冷汗。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秦志远此刻就安静地睡在我的身旁。我仔细看了看这条短信，发现发短信的手机号码好像是一个网络号码，看起来像是一个恶作剧或者诈骗短信。小倩，这么晚了还看手机呀？就在我看着这条短信发呆的时候，秦志远不知道什么时候突然从床上坐了起来。原本紧张不安的我，突然听到秦志远的声音，慌忙之中吓得我的手机直接跌落在了床上。就在我紧张害怕的准备身后去捡手机的时候，却不料秦志远率先捡起了我的手机。那一刻，我的内心是恐惧的，是崩溃。如果这一切是真的，不光救不回小蕊，说不定现在连我都自身难保。好在秦志远捡起我手机的那一刻，当他准备看看屏幕上内容的时候，手机突然黑屏了。他笑了一下，直接将手机递给了我。小倩，好晚了，赶紧睡吧。随后秦志远便躺下继续睡去，我则慌忙说我去上个洗手间。进去洗手间之后，我便紧张地赶紧将洗手间的门反锁了，整个人浑身不安地颤抖了起来。我拿出手机赶紧拨打了赵小蕊的手机，却发现对方手机一直处于关机状态，这显然让我更加慌张了起来。随后我又打开了赵小蕊的朋友圈，发现赵小蕊的最后一条朋友圈是3天前发的，就是出发准备去泰国出差的自拍，而这3天什么都没有。对于每天至少一条朋友圈的他来说，真的有些不太正常。随后我又点开了赵小蕊其他的社交账号，在最新的一条微博上面，居然是赵小蕊拿着一杯果汁和身后一个工厂的自拍照，上面 IP 地址居然显示是缅北，但是这条微博也是3天前发布的。赵小蕊自拍的时候还面带微笑。看到这个消息，我当即睁大了眼睛。赵小蕊不是去泰国出差吗？现在怎么突然去了缅北？而且更加巧合的是，明天晚上我男朋友秦志远就会带着我一同前往缅北，处理他们公司跟缅北一家公司的合作。而且秦志远还答应我，处理完工作就会直接从缅北飞往泰国，然后带我旅游一段时间，之后回国完成我们的婚礼。这难道是说赵小蕊真的被缅北的诈骗集团或者器官贩卖集团给绑架了？而且我的男朋友秦志远也是同伙，现在带我去缅北，也是为了骗我过去。想到这些，我整个人不寒而栗了起来。回到卧室，我甚至都不敢躺下来，
因为我现在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毕竟，这条短信看起来就像是一个恶作剧，或者说是一条诈骗短信，因为这个本身就是网络号码发过来的，上面还有一条莫名其妙的网址。不得不说，我的未婚夫秦志远长得真的很帅，1.83米的个头，有时候看起来虽然有些痞里痞气的，但是他那双有吸引力的双眸，回头一笑，确实能够迷倒不少人。认识他3个月，我就已经认定终身，认定他就是这辈子跟我共度余生的人。所以，我非常感谢我的闺蜜赵小蕊，因为秦志远就是她给我介绍的。就这样，在胡思乱想之中，天终于是亮了，而我显然是在噩梦之中给惊醒了。当我醒来之后，秦志远就站在床边，一脸嘿嘿地笑着看着我，给我直接额头吓出了一身冷汗。做噩梦了？秦志远见我情况不对劲，笑着问道，然后特意伸手来摸的额头，似乎在担心我是不是生病了。我挤出了一丝笑容，点了点头，了一声。之后，秦志远笑着跟我说，他已经准备好了早餐。待我洗漱完毕之后，来到餐桌上面，发现秦志远已经准备好了面包、豆浆，还有我喜欢吃的土豆丝煎饼。按理说，看到这些喜欢吃的早餐，我应该很开心。但是昨天晚上赵小蕊的这条诡异短信，还是让我心神不宁。最后，我实在憋不住了，试探性地问了一句：“志远，我昨晚做了个奇怪的噩梦，说是赵小蕊掉进游泳池，让我去救她。可是我根本就不会游泳啊，你说奇怪不奇怪？”我说完，秦志远嘴角微微动了一下，笑呵呵地劝我不要胡思乱想，还让我赶紧吃饭。看到秦志远这个有些异常的举动，我显然更加有些慌了，因为以前不管我说什么事情，秦志远都是十分耐心听我讲完的，但是今天似乎有些不耐烦。我忍不住继续试探性地说了一句：“真的好奇怪呀！早上我还想跟小蕊打个电话，把这个奇怪的梦说给她听，可是她手机一直关机，不知道她在忙什么。”说完，我特意拿出我的手机，当着秦志远的面拨通了赵小蕊的手机。可是依旧显示赵小蕊的手机处于关机之中。秦志远看见了之后，喝了口豆浆，然后显得很自然地说着：“小蕊她不是出差了吗？可能小蕊现在很忙吧，或者在那边开会，或者手机可能忘了充电。”就这样，过了几分钟，秦志远大概也是看出了我的心思，因为他了解我这个人，很多事情我都是很固执的。因此，秦志远笑了一下说：“行了，我知道你关心赵小蕊，要不我打给她试试。”秦志远说完了之后，便从他的手机里面找到了赵小蕊的电话，然后特意拨通了赵小蕊的手机。此时，他竟然还特意点开了免提。原本我以为赵小蕊的手机肯定还是关机的，但是下一秒，赵小蕊的手机居然接通了。“喂，志远，我现在正在这边开会呢。”手机刚开机，发现忘了充电了，
小蕊，是这样的，那个苏倩说想你了。见到赵小蕊接通了电话，秦志远此刻还是很关心地看向了我，示意我跟赵小蕊讲2句。听到赵小蕊这个熟悉的声音，我眼眶有些湿润，并且十分关心地问道：小蕊，你现在在哪里呀？你没事吧？因为此刻我真的非常担心赵小蕊是不是被缅北的诈骗集团或者器官贩卖集团给绑架了。苏倩，我现在在缅北出差哦，陪着老板跟人家工厂谈合作呢。我能有什么事？好了，先不跟你聊了，我手机没电了，还要开会呢。赵小蕊说完了这几句话，那边很快就传来了嘟嘟的忙音。听到了吧，小倩？我都说了，小蕊可能在忙，她没事的，别多想了。看见我接听了赵小蕊的电话之后，表情明显轻松了一些。秦志远连忙安慰起了我。有了这通电话之后，确实让我心中的疑虑瞬间消除了。看样子昨晚那条短信肯定就是个恶作剧，或者说就是一条诈骗短信。吃完早饭后，秦志远便带着我去超市买了一些日用品，以及中午吃的菜和一些水果。秦志远还是跟之前一样，对我温柔又十分体贴，一直形影不离地陪在我身旁。吃完了午饭，午睡了一会，在我们差不多收拾好行李，准备出发去机场的时候，不料有人来敲门了。我疑惑地打开门，没有想到居然是赵小蕊的老妈。小倩啊，我问你个事呀，最近我们家小蕊有跟你联系吗？我已经3天没有联系上她了，发微信一直不回，电话也打不通。听到赵小蕊老妈这番话，我愣了一下，笑着说：阿姨，你别担心，早上我还跟小蕊打过电话呢，人家现在在出差很忙的。可是小倩啊，我总感觉最近怪怪的。就在赵小蕊老妈的话还没有说完，秦志远则从里面急急忙忙走了过来，十分客气地说道：阿姨，进来坐，有什么事情进来说吧。秦志远过来之后，很客气地搀扶着赵小蕊的胳膊，就直接将阿姨引进了家门。同时他也是耐心地安慰着赵小蕊的老妈，说着：阿姨呀，你呀别担心呀，早上我们还真的跟小蕊通过电话呢。秦志远将赵小蕊的妈妈领到沙发上面之后，便直接给阿姨倒了一杯温水过来。为了不让阿姨担心，我拿起手机直接拨打了赵小蕊的手机，不料却打不通。怎么，还是关机状态？赵小蕊的老妈顿时一脸紧张地看着我，可能是信号不好，要不我试试？此刻，秦志远放下水杯之后，直接用他的手机拨打了赵小蕊的电话。让我们惊喜的是，没有想到再次拨通了赵小蕊的电话。喂，小蕊呀，我是妈妈呀。不过还不等赵小蕊的妈妈把话说完，此刻电话那头的赵小蕊似乎就有些耐烦地说道：妈，我现在在开会呢，这边手机信号时好时坏，别担心我，先不说了，等我忙完打给你。哎，好嘞。
终于是听到了自己女儿的声音之后，赵小蕊老妈整个人明显放松了不少。她连忙从沙发上面站了起来，拍了拍自己的衣服，说道：“不好意思啊，小倩，打扰了，我还得回去上班呢。等小蕊回来了，有空上我家玩去，我给你们做红烧肉吃。”赵小蕊的老妈明显有些高兴地说道，然后就开心地离开了我们的家。赵小蕊老妈离开之后，秦志远就催促我说，约定的网约车到了，让我们现在就赶去机场。虽然我感觉心里还是怪怪的，但是我还是跟着秦志远一起去了机场。到达机场之后，一切非常顺利，秦志远就一直形影不离地陪伴在我的身旁，甚至是我去上洗手间的时候，他都站在女洗手间外面等我。直到我们两个顺利登机之后，秦志远的表情似乎变得更加放松和更加开心了。下了飞机，到达了预定的酒店之后，秦志远就带我去吃好吃的。吃完晚饭，秦志远突然一脸期待地看着我，笑着说：“小倩，这附近有一个拍卖会，都是卖一些新奇古怪的物品，我们要不要一起去看看？”起初，我以为秦志远跟我说的拍卖会，可能是一些偷盗过来的全世界各地的文物，但结果我错了。跟着秦志远到了一家夜店，外面跳舞喝酒的人挺多的。之后，秦志远就带着我进入了里面的内部通道。不过那个门口守卫倒是挺森严的，因为我看到门口有几个持枪的守卫人员。秦志远上前跟他们交涉了2句，然后这些守卫就给我们2个戴上了眼罩，然后带着我们走了进去。进去之后，我当即傻眼了，感觉里面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热闹非凡，而且有很多欧美人，甚至是黑人。2000美金，成交。就在我和秦志远刚刚靠近，就听见一个打扮得很潇洒的拍卖官在那里卖力地吆喝着。原本我以为是什么依稀的文物，但是走近一看，我傻眼了。没有想到，旁边的一个笼子里面，居然蹲着一个金发美女。此刻，有个欧美人花了2000美金，直接将这个美女给买走了。看到这一幕，我睁大了眼睛，完全不敢相信，整个人简直吓坏了。这个世界上面，怎么还会有活人买卖？我忍不住看了一眼旁边的秦志远，此刻，他显然也显得无比震惊，也有些害怕，而我的身体吓得忍不住颤抖了起来，有些害怕地说道：“志远，要不咱们走吧？”我有些害怕，我捂着我的胸口说道，因为这一幕真的太过于震撼了，而且我担心接下来我会看到更加不可思议的场面，真的太过于恐怖了。尤其是看到这个笼子里面的金发美女被人买走了之后，有2个壮汉还直接用铁链子拴在她的脖子上面，将她带到买她的那个金主面前。我真的不敢直视，而秦志远似乎也接受不了这样的场面，准备和我一起离开。但是紧接着，拍卖台上面再次出现的一个女人，让我彻底瞪大了眼睛，因为这个女人就是我的好闺蜜赵小蕊。虽然赵小蕊此刻
双手被大铁链子绑着，蹲在笼子里面，浑身脏兮兮的，身上穿着的裙子早已破烂不堪，甚至是整个人神志看起来有些不太清醒。但是我一眼就认出来了，她就是我的好闺蜜赵小蕊。赵小蕊，看到赵小蕊的时候，我忍不住哭喊着，直接叫出了赵小蕊的名字。不过还没有等我完全喊出来，秦志远吓得直接用手紧紧地捂住了我的嘴巴。小倩，小声点，别让人知道我们认识他，要不然我们都会死。好在我们站在最后一排，而且我刚要出声的时候，就直接被秦志远捂住了自己的嘴巴，所以并没有喊出来，但是眼泪已经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志远，怎么办？怎么办？为什么小蕊会被当作宠物一样拉到这里拍卖了？此刻，我哽咽着，不停地询问秦志远，因为这一幕真的太震撼了，也太难受了。小倩，冷静点。我也不知道啊，会不会是下午的时候，小蕊被他们给偷偷抓过来了？秦志远也很担心地说道。而且此刻，那个穿着西装的拍卖官已经开始给赵小蕊拍卖了。这次的起拍价竟然是$5000起拍，可能是赵小蕊真的太漂亮了，而且身材非常的不错。尽管身上有些脏兮兮的，但是美人的气质还是抵挡不住的。我出$10,000，黄皮肤的美女就是漂亮。就在我十分惊恐、不知所措的时候，一个黑衣男子站了起来，表示愿意出$10,000买下赵小蕊。很快，我没有料到，另外一个欧美人直接出价$15,000，我都没有想到赵小蕊会如此受欢迎。此刻，我完全慌了神，问道：“志远，志远，怎么办呢？要是小蕊被别人买走了，怎么办呢？那样是不是我们以后就再也见不到她了？”秦志远也是一脸惶恐地说道：“小倩，可能吧，可能被他们买走了之后，就会带回非洲或者欧洲，有可能又会被他们给卖到妓院什么的。”一听这话，我完全慌了神，不停地嘀咕着该怎么办，怎么办？因为此刻，我看到赵小蕊神志不清地坐在铁笼子里面，心里面真的好痛。小倩，要不我们买下来吧？见到我十分紧张，秦志远在我耳边嘀咕了一句。而此刻，现场的拍卖价格已经升到了$20,000。看到这个紧张的气氛，因为担心万一赵小蕊被其他人给买走了，我真的害怕我这辈子就再也见不到小蕊了。可是我可能没有那么多钱啊。此时，我也是十分紧张地说着：“小倩，要不你先拍下来，一会交钱的时候，我也想想办法，一人凑一部分。”秦志远此刻显然比我还着急，因为我看到他惊恐的眼神，以及额头上面的冷汗。而此刻，现场紧张的气氛已经来到了$30,000，折合人民币差不多20万了。但是此刻的我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我竟然直接举起了手，颤抖着说道：“3万，3万5，我出3万5。”听到一个女人的声音突然传来，
现场很多男士都忍不住好奇地回头来看我。不过好在我出了这个价格之后，并没有人跟我抢，因此我很顺利地买下了赵小蕊。之后，在工作人员的示意之下，他们带着我和秦志远进入到了后台，而赵小蕊也跟着铁笼子一起抬到了后台。因为我身上没有那么多钱，因为3.5万美金，折合人民币差不多就是25万了。因此交钱的时候，我还想着能不能让他们宽限我一些时间。不料，工作人员以为我是故意耍他们的。这个时候，其中一个人竟然拿起了一把电锯，怒道：“给你半个小时凑钱，要不然我们就锯掉他的一只手。”看到这么大一把电锯在赵小蕊的面前响了起来，我当即吓得头皮发麻，紧紧地抱着我身旁的秦志远。最后，我和秦志远将身上所有银行卡全部余额给刷了出去，结果还差了15万。这个时候，我只得打电话求助我的老爸，因为秦志远为了筹备和我结婚、买房买车，已经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所以我只得求助于我的老爸。我的老爸是一个做家具生意的，手头上多的钱可能也没有，但是100-200万还是有的。我非常慌张地给了我老爸打了这个电话，还将解救赵小蕊的事情说给了老爸听。老爸当时也吓坏了，还想着报警，但是这里的人说，只要我们敢报警，不光小蕊没命，我和秦志远也会死在这里。被他们这么一恐吓，老爸也只好乖乖地打了15万过来。就这样，我和秦志远有惊无险地救下了赵小蕊。当我们两个将赵小蕊从这里解救出来，回到酒店之后，看到赵小蕊还晕乎乎的样子，看着她身上脏兮兮的，以及身上的一些伤痕，我一边痛哭着，一边眼泪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就这样，我陪伴着赵小蕊到了深夜，给她洗了热水澡，换了衣服。而此时，赵小蕊整个人似乎也清醒了不少，看样子刚刚她是被人注射了某种药物。而这个时候，秦志远却出门帮我们买宵夜去了。趁着赵小蕊清醒的时候，我突然忍不住好奇地问道：“小蕊，你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什么被人绑架到了那里？”清醒之后的赵小蕊顿时就抱着我，痛哭流涕了起来。她哭了一会之后，突然眼睛紧紧地盯着我，而且眼神四处扫视了一遍，大概是在看房间里面有没有摄像头吧。随后，她紧紧地盯着我，十分恐惧，但是却故意压低了声音说道：“小倩，我是被秦志远骗过来的。秦志远跟今天地下拍卖会的那些人其实是一伙的。”听到这话，我当即眼睛睁得大大的，完全不敢相信。原本一开始我收到了赵小蕊的求助短信，都是真的。原来秦志远真的跟这些犯罪绑架集团是一伙的。小倩，我们想办法赶紧逃走吧，要不然我们两个都会逃不掉的。秦志远肯定会把我们卖到红灯区，给他赚钱。一旦我们没有了利用价值，
他就会把我们卖给器官贩卖集团，就会让他们割了我们的器官拿去卖。看到赵小蕊那惊恐的眼神和表情，我相信了，因为今天晚上我所见到的一幕真的太恐怖了。好，我们赶紧逃！就在我收拾好行李箱，准备带着赵小蕊一起逃出去的时候，不料门外传来了脚步声，接着出现了门禁卡开门的声音。原来是秦志远回来了。我慌忙将刚刚准备好的行李箱放到了角落，装作很心疼的样子在照顾着赵小蕊。秦志远拧着宵夜进来之后，看了一眼我们，看到我们一切正常之后，他的脸上明显表现得比较轻松。随后他准备将打包好的外卖拿给我们，突然他发现好像忘记拿餐具了，有些懊恼地说了一句：“哎，忘了拿餐具了，我去酒店前台拿一下，你们等一下哈。”秦志远说完便又匆忙地走了出去。透过猫眼看到秦志远走到了电梯旁，我这才松了一口气，然后走回来紧张不安地问道：“小蕊，我们该怎么办呀？”一会秦志远就回来了。赵小蕊此刻也是神色慌张地说着：“小倩，我们赶紧逃，趁着秦志远还没有回来，我们赶紧逃，要不然我们就真的没有机会了。”赵小蕊说完，穿好了外套，就拉着我的胳膊准备往外面走。临走时，我还准备收拾行李箱，赵小蕊却说来不及了，让我带上证件就赶紧往外面跑，因为担心坐电梯会撞见秦志远，所以我们两个选择走楼梯。好在楼层不高，我们两个很快就到达了1楼的防火通道。我们站在里面，此时偷偷地看见秦志远从酒店前台拿了餐具，然后就朝着电梯口这边走了过去。我和赵小蕊两人屏住呼吸，站在防火门后目送秦志远进入了电梯。直到电梯开始上升的时候，赵小蕊才拉着我从防火门后面走了出来。从后门走，我担心前门有他的人，赵小蕊迅速拉着我就朝着酒店的后门走了出去。走的时候，她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一顶棒球帽给戴上了，然后让我靠在她身上。我们就这样装作一对情侣从后门溜了出去。当我们从后门走到大街上面，我回头看了一眼，发现酒店的大堂门口那里果真有2名男子一边接着电话，一边神色慌张，东张西望了起来。这让我更加担心起来。看样子我们逃走已经被秦志远知道了，他和他的人正在全力寻找我们。小蕊，要不我们去警察局或者去大使馆求助吧。我和赵小蕊沿着小路拼命地往前面走着。此刻我真的很担心秦志远带着他们跟了过来，一旦真的被找到的话，后果真的不堪设想，活活被他们打死都是可能的。不行啊，像他们这些人在警察局可能都有熟人，要是去大使馆，恐怕我们还没有到门口就被抓了。我看我们还是先找个地方躲起来再说。赵小蕊也是一边回头看着，一边紧张地跟我说道：“好在此时并没有人跟上来，刚好这个时候
一辆出租车从我们身旁通过，赵小蕊见状，直接一招手，带着我匆忙地坐进了出租车。坐上出租车之后没有多久，我的手机就猛地响了起来，拿出来一看，电话就是秦志远拨打过来的。别接，快关机，关机，要不然秦志远会跟踪到我们位置的。赵小蕊看到秦志远不停地给我手机打来了电话，也是无比慌张了起来。看起来他比我还害怕，毕竟他经历过了这些恐怖的时刻。听到赵小蕊这么一说，此刻我也连忙挂断了电话，然后将手机关机，因为我真的害怕秦志远会顺着我的手机信号找到我们。小蕊，那我们现在去哪里？该怎么办呀？此时的我感觉整个人完全慌神了，而且我还在后悔，明明已经感觉到了秦志远有些危险，为什么我还要真的跟着他来到缅北？小倩，别怕，我上次是准备冲到大使馆求助，然后回国的，但是被抓。这几天我也打听了，我们可以走边境，找边境的地头蛇，偷渡回国。只要我们回到国内，就立马报警，我们就再也不害怕秦志远跟着过来了。看到我无比慌张的样子，赵小蕊此刻不停地安慰着我，而且还不停地摸我的脑袋，示意我冷静放松一些。好在我坐这出租车上面，拼命地回头看后面，看到并没有人和车子跟上来，我紧张的心里这才稍稍放松了不少。随后赵小蕊便跟出租车司机说，我们要到达缅北的一个边境处，然后找到那里的蛇头，让我们偷渡回国。因为正常通关，我们现在证件都没有了，而且也害怕被秦志远的人给发现了。赵小蕊说完，然后问我身上有没有钱，我便将口袋里面的美金全部拿了出来，大概还有几百块。赵小蕊直接拿了200美金给到这个司机，司机拿到钱之后非常的开心，然后开车显然也更加专心了。就这样，我们坐着这辆出租车，慢慢地远离了市中心，而我不停地回看后面，真担心秦志远他们跟了过来。同时我也焦急地不停地看了看手表上面的时间，因为手机我是不敢开机的。看到我这个手表上面不停地闪着光，赵小蕊突然很紧张地说道，小倩啊，你这个手表是不是有手机卡的？赶紧关了，别一会被秦志远他们跟了过来。这只是一块普通电子手表，没有手机卡。看到赵小蕊很紧张地说道，此时我很耐心地解释着，还是关了吧，这样太危险了。赵小蕊见我自己不愿意把手表关机，她竟然主动凑了过来，然后将我的手表给关机了。就这样，我们乘坐的这辆出租车经过了一路的颠簸，早已经远离了市中心，来到了郊区的一处废弃的工厂旁边。看到工厂厂房上面亮着的大灯，我还是有些不安了起来。但是听到赵小蕊说这里离边境很近，很快我们就可以偷渡回国了，我还是稍稍放松了一下。下车的时候，我还是很担心的，特意看了看身后，发现并没有车辆跟上来，我稍稍的松了一口气。
但是当我将脑袋回过来，看向正前方的那一幕，瞬间我呆住了。小倩，你们两个是打算跑去哪里呀？看到眼前一脸坏笑着的秦志远，就站在我们的面前，身旁站着几名缅北当地的居民，我当即吓坏了。小倩，我们赶紧跑，快！率先反应过来的赵小蕊便立即喊我赶紧跑，而且示意我赶紧往边境那边跑，而他这次竟然主动地挡在了我和秦志远中间。虽然赵小蕊想要拖住他们，但是他们人多势众，赵小蕊一下子就被他们给拽着头发控制了起来，而我跑了没几步，就被他们给扑倒在地，随后就被两个人顺手反扣着我的双手，将我压到了秦志远的面前。秦志远，没有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我眼瞎，看错你了。双手被他们扣在身后，我站在秦志远的面前，双眼通红，眼睛死死地盯着秦志远，眼神里面全部都是愤怒。看到我气得咬牙切齿的样子，此时的秦志远显然也不想再继续装下去了，索性露出了狐狸尾巴，笑得很狂妄地说道：小倩啊，你现在才知道我是这种人啊，可惜呀，晚了。秦志远坏坏地笑着靠近了我，竟然还无耻地准备在我的脸颊上面亲吻一下。人渣，败类，你给我滚远一点！看到秦志远的动作，我当即就愤怒地怒吼一声，对他辱骂了起来。啪！看到我这么凶狠地辱骂他，秦志远猛地一个耳光狠狠地扇在了我的脸颊上面，整个半边脸瞬间麻木了，而且鲜血顺着我的嘴角流了出来。秦志远打完之后，原本笑呵呵的脸上露出了一阵杀气，十分阴险地骂道：敢骂我，一会让你尝尝我的手段。秦志远骂完了之后，然后看了看旁边被抓住的赵小蕊，对着这些人命令道：把他们两个给我抓进去，一会直接卖了。随后我和赵小蕊两人直接被他们给带了进去。尽管此时我想挣扎，但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用，相反越是反抗，越是遭到了他们的毒打。很快我们两个就被带进了这个废弃的工厂里面去了。进去之后，就可以闻见一股很大的消毒水的味道，而且可以看见很多穿着白大褂、戴着口罩的医护人员。重要的是，地面上面随处可见的鲜红的血液，加上那很腥的味道，差点就让我呕了。很快我和赵小蕊两个人就被带进了一间独立的房间里面。房间里面四处弥漫着福尔马林的味道。我们两个被带进去之后，秦志远直接让人将我们两个人的双手给捆了起来，然后吊在了房间的中间。这个时候，秦志远终于是露出了真实面目。他拿来了一部卫星电话，笑呵呵地说道：小倩，别愣着了，来，给你老爸打个电话，让他打500万过来，否则我就把你身上的双肾、眼角膜、心脏这些直接卖给外面等着器官捐赠的富豪们。虽然卖掉这些器官没有500万，但是几十万还是有你的，毕竟
你的 O 型血也还值点钱。听到这话，我算是彻底看清楚了秦志远的真实面目。原来他接近我，一切都是他计划好了的。因为他知道我老爸做生意，手里头有一些现金，家里还有2套房子，这些差不多最少也能值500万。500万，我们家上哪里去弄这么多钱？我有些害怕地看着秦志远，浑身已经情不自禁地吓得抖动了起来。尤其是此刻，看到秦志远那双邪恶的眼神，都已经让我整个人不寒而栗。秦志远，我好心将小倩介绍给你做女朋友，没有想到你居然是这种人。你放了小倩，要卖就卖我的。听到秦志远此时威胁我老爸打钱过来，一旁的赵小蕊也哭喊着呐喊了出来。好啊，先给锯掉他一只手。听到赵小蕊这话，秦志远当即就怒了，眼神之中闪过一阵杀气，直接让2个人解开了赵小蕊身上的绳子，就拽着赵小蕊进入到了旁边的手术室。你要干什么？秦志远，你要干什么？听到秦志远说现在要锯掉赵小蕊的一只手，我当即歇斯底里地大叫了起来。我感觉整个人要崩溃了，同时我本能地看向了旁边的房间，但是中间被一块朦胧的帘子给挡着，具体情况我也看不清楚。但是一会儿，听见电锯传来的声音，把我吓得够呛，浑身已经吓得不停颤抖。而那边的赵小蕊显然被吓坏了，发出了撕心裂肺般的呐喊和反抗。但是她毕竟不是几个男人的对手。很快，我朦胧地看见赵小蕊的一只手被人按在了不锈钢的工作台上面。啊！随着赵小蕊一阵惨叫，很快，那块半朦胧的帘子直接被鲜血给染红了。很快，地上流淌着的鲜血已经流到了我们这个房间里面来了。看到这一幕，我直接吓傻了，眼泪早已经迷糊了双眼。随后，从里面丢出来半只带血的胳膊。看到这里，我简直要被吓晕了过去，整个人完全被吓傻了，身体不自觉地抖动得十分厉害。你打不打？秦志远此刻再次拿着卫星电话朝我走了过来。我打。这一刻，完全是求生的本能驱使着我，因为我脑子里面近乎空白，真的被吓傻了。我没有想到秦志远居然如此残忍，当着我的面直接让他们锯掉了赵小蕊的一只手。很快，老爸的电话打通了。当老板的声音从电话里面传出来的那一刻，我的眼泪彻底绷不住了，颤抖着将我被绑架的消息告诉了老爸。老爸听到了我的声音，非常的担心，但是此刻他也不太相信，而是要求必须现场跟我视频通话。见我老爸态度强硬，因为老爸担心跟他通话的人并不是真正的我。没有办法，秦志远便直接用他的手机点开了老爸的微信。当视频通话连接成功的那一幕，当我出现在视频镜头之中那一刻，老爸吓得手机都掉了下去。我看见老爸整个人瞬间也是一下子就吓出了一身冷汗。他当即怒道：“秦志远，你还是个人吗？”
我原本还打算把我女儿许配给你，以后接管我，做我的生意。你现在倒好，为了钱，居然绑架了我的女儿。苏文兴，我不想跟你废话，半个小时之内凑齐500万，打到我的账户上面，要不然你就等着给你女儿收尸吧。秦志远也不废话，直接恶狠狠地说道，同时为了让我老爸相信，还将镜头特意照了照四周，而且秦志远还故意蹲了下来，用镜头照着赵小蕊被锯掉的那只手臂，冷道，看到了没有？这只手就是小倩的好闺蜜赵小蕊的。15分钟，如果我没有看见1分钱，我先把赵小蕊的另外一只胳膊也给锯了，之后就是你女儿小倩的。秦志远说完了之后，直接大手一挥，很快一名手下便直接拿着一把染着鲜血的电锯给到了他的手上。秦志远直接拿着电锯启动了开关，故意将电锯凑到了我的手臂旁。我当即吓得恐怖地尖叫了起来。好，我打钱，我想办法凑够500万，不过半个小时真的有些为难。我老爸看到这个镜头，当即吓哭了。尽管这是一个非常难的任务，但是老爸还是被逼答应了秦志远的要求。见到我老爸同意打钱之后，秦志远便高兴地关掉了视频。随后秦志远便和这几个人高兴地喝起了罐装啤酒。我双手被绑，继续吊在房间的中间，十分害怕也十分担心地问道，秦志远，现在赵小蕊怎么样了？因为我看到胳膊的房间，赵小蕊整个人完全没有动静了。我真的害怕赵小蕊就这样昏死了过去。显然，我希望她能跟我一起继续活下去。放心，暂时还死不了。秦志远喝了一口啤酒之后，笑呵呵地对我说着。时间就在我紧张不安、精神近乎崩溃之中，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大约10分钟之后，老爸苏文兴给秦志远汇来了第一笔款，100万。看到100万到账的信息之后，秦志远和他的这帮兄弟们早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了起来。几个人开心地直接拿着罐装啤酒在那里碰杯大口地干了起来。没过多久，老爸又给秦志远汇来了100万，但是差不多快过了半个小时的时候，老爸还没有动静，银行账户没有任何变动的时候，秦志远开始有些坐不住了。这次他再次直接连接了老爸的微信，点开了视频电话，用镜头对着我，然后质问道，苏兴文，你现在是不是想要让你的女儿死啊？半个小时马上到了。秦志远，你等一下，我再想办法了，因为我现在真的没有那么多钱啊。我在联系人把我的房子还有车子抵押出去，要等一下才行呢。电话那头的老爸此刻显然也是变成了热锅上面的蚂蚁，非常的焦急。来人，准备。而秦志远此刻显然不愿意再等了，直接喊人，再次将电锯给发动了起来，然后对着半透明帘子那边冷道，听着，我现在先把赵小蕊的另外一只胳膊给锯掉。秦志远说完，
那片半透明的帘子上面，瞬间就出现了鲜血喷溅的场面，而我早已经吓得脸色苍白，身体不停地抖动。随后，秦志远又拿着电锯来到了我的面前，并且点开了我老爸的视频电话。苏文兴，剩下的300万什么时候转过来？再不转过来，你女儿的命可就不保了。秦志远说完了之后，直接将电锯打开，同时特意将手机的镜头对准了一下赵小蕊另外的一条被锯下来的胳膊。我老爸看到这个场景，尤其是看到我吓得面色苍白、浑身颤抖的时候，他近乎崩溃，而且十分担心地说着：“好了，好了，马上就好，马上就好。”就在我被电锯的声音吓得嚎啕大哭的时候，突然，秦志远手机一条300万入账的短信。当他看见这条短信之后，整个人顿时高兴得合不拢嘴了起来，手里的电锯也被他直接给扔了。他挂掉电话之后，旁边的一名工作人员此刻特意拿来了一个平板电脑，上面显示的是网银账号的余额显示：远哥，500万全部到账了，真的到账了。这名工作人员此时也十分激动地说着。秦志远也亲自核对了网银的余额。当他确信500万已经到账了之后，整个人高兴得合不拢嘴了起来，同时回头得意地看着我：“小蕊，你的戏演完了，现在可以出来了。”原本迷迷糊糊、近乎崩溃的我，听到这句话，顿时睁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看向了旁边的赵小蕊。此刻，只看见赵小蕊完好无损地走了出来，除了身上有很多鲜红的血迹，双手双脚都是完好无损。而且他走出来的是一脸得意和开心的表情。小蕊，你们原来是一伙的。看到这里，我才彻底反应了过来，原来这一切都是赵小蕊故意联合秦志远一起设计的诈骗圈套。没错，小倩啊，你现在终于是反应了过来。你不会真的以为秦志远会爱上你吧？他其实是我的男朋友，我们接近你，为的就是你们家那点钱。不过刚刚看到你那么担心我，那么在乎我，我真的好感动啊！赵小蕊此刻十分开心地走到了秦志远的身旁，两个人还特意在我面前撒了一波狗粮。这么说来，刚刚的那个所谓的地下拍卖会，也都是你们安排的。此时，我完全冷静了下来，虽然双眼被眼泪给迷糊了。没错，都是我们安排的。这个时候的秦志远显然非常的开心，而且他还特意炫耀着，将他最近的战果全部说了出来。原来，除了我，还有之前我见过的一个女孩子小芝，也被秦志远和赵小蕊两个人联合起来骗得家破人亡。而且，秦志远还告诉我，他们将小芝家人的钱财诈骗完了之后，并没有放过小芝，而是把小芝卖到了器官贩卖集团那里。后来听说小芝跳楼自杀了。当然，除了这些，秦志远和赵小蕊两人还将他们之前做的那些犯罪的事情全部说了出来。
因为他们觉得现在对我说出来也没有任何关系。在他们的眼里，我现在只是一个废人，一个即将被他们卖掉的废物。因为我们家的资产已经全部被他们给骗来了，所以秦志远和赵小蕊两人此时还特意像炫耀一样，将他们这些年的诈骗成功以及受害者全部给说了出来，为的就是炫耀。就在他们两个还在卿卿我我，越说越起劲的时候，突然外面冲进来了大量的当地警察。别动，全部举起双手。一瞬间，这间房间还有这座废弃的工厂被缅北大量的警察以及国际刑警给直接包围了。秦志远和赵小蕊两人一瞬间也吓傻了，他们完全不明白这一切到底是如何发生的。直到此刻，一名来自国内的警察和一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来到了我的身旁，解救下了我之后，他们这才反应了过来。小倩，你是警方卧底。看到这一幕，秦志远和赵小蕊两人睁大了眼睛，紧紧地盯着我。此刻，我冷笑一声，缓慢地将我手上戴着的电子手表给展示了出来。原来这并不是一块普通的电子手表，而是警方给我的高科技摄录手表。尽管刚刚手表表面上面看起来关机了，但是其实它的后台一直在运行着，并且实时将数据传到了警方那边。也就是说，刚刚秦志远和赵小蕊的对话以及他们的犯罪细节全部被警方给掌握了。爸，就在我被解救之后，突然房间外面再次走进来了一个熟悉的面孔，他就是我的老爸苏文兴。我老爸进来之后，我大声地哭了出来，直接扑进了老爸的怀抱里。赵小蕊和秦志远看到这一幕，也是将眼睛瞪得大大的，他们完全不敢相信，原来我们也只是在陪着他们演戏而已。你们，小倩，想不到你们居然也在演戏。赵小蕊看到我老爸进来之后，瞪大了眼睛，表示不敢相信。他或许做梦都没有想到，原来这一切，我只不过是在陪他演戏而已。之后，我便当着赵小蕊和秦志远的面，将那天我到达机场之后，国内警察找到我的一幕，说给了他们听。原来，在我之前，有个叫林小芝的女孩子也是被骗到缅北之后，最终诈骗了他们家里所有的积蓄。最终，林小芝的父母跳河自杀了。国内警方经过长期摸排调查之后，发现赵小蕊和秦志远两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因此为了将他们这帮犯罪团伙一网打尽，所以国内警方联合国际刑警以及缅北警方精心设计了一个抓捕计划，而我就是那个被挑选的警方卧底。最终，我和我老爸精心配合着赵小蕊和秦志远，在国内警方、国际刑警以及缅北警方的合作努力之下，终于是将这个过跨犯罪集团一网打尽了。其实，当我那天晚上收到赵小蕊的那条奇怪的短信之后，我就开始起了疑心，只是我一直不相信赵小蕊会是这种人。直到
国内的警察偷偷找上我，想让我帮助他们来个计重计，从而将他们这个跨国犯罪集团一网打尽。在我和老爸回国后没多久，我就听说赵小蕊和秦志远双方也被引渡回国了。跟随他们一同回来的还有几名受害者的骨灰，这几名受害者全部都跟秦志远和赵小蕊有关。后来没过多久，我就听说秦志远因为这些罪行被判了死刑，而他的女朋友赵小蕊则被判了15年有期徒刑。在他们双方被判刑之后，老爸就再也没有催我找对象了，因为很多人表明上面看起来是天使，但是背地里却干着禽兽的勾当。故事完，接下来是我们本期第2个故事。老公去见私生子时出了车祸，我给婆婆打了几10个电话，求她来见老公最后一面。回我的却只有一个大大的感叹号。我失魂落魄地坐在殡仪馆椅子上，看着老公的名字由火化中变成冷却中。我挺着孕肚，悲痛欲绝，当场哭晕。我怕我再不晕倒，会笑出声来。渣男老公死了。婆婆赶到殡仪馆时，扬起手就给了我一巴掌。你这个贱人，为什么死的不是你？我吃痛，手一松，怀中的骨灰盒掉落在地。婆婆一边咒骂我，一边去捧地上的骨灰。林涵，你这个丧门星，害死我儿子，还不让我见儿子最后一面。我要报警，我要你把牢底坐穿。骨灰捧不起来，他干脆一屁股坐到地上，撒泼打滚，诅咒谩骂。我扶着肚子，摇摇欲坠，伤心欲绝。妈，我给你打了几10个电话都打不通。剑南被车子压得稀碎，脑浆肠子流了一地。我也是怕你看了伤心，而且我给你发过信息，可是你把我拉黑了。听到自己儿子死得这么具体，婆婆两眼一黑，栽倒在地。我忍着悲痛，办好了老公的后事。回到家，却发现我的指纹解不了锁，密码也错误。我冷笑，这老太婆怕不是傻的，以为把门锁了就能霸占房子。我转身住进早就收拾好的另外一套房子，特意将许久不戴的黄金手镯戴上。我知道，接下来才是重头戏。小三生的果然是个儿子，孩子是不到8个月早产，而他们母子俩已经登堂入室，搬进了我家。婆婆一口一个乖孙，笑的褶子能夹死苍蝇。小三一副柔柔弱弱，哭诉自己对我老公的感情，以及自己日后孤苦无依的可怜，实则眼珠子乱转，脸上写满了对这套房子的势在必得与胜利者的得意洋洋。隔着屏幕我都替他尬。小厮你放心，我只认我的乖孙子，财产也都是乖孙子的。那个贱人和他肚子里的赔钱货，给我的乖孙子提鞋都不配。他拍了拍小三的背，以示安抚。那个贱人不过是个孤女，是个蠢货。他的财产我让他给，他要是敢不给，就是弄死了都没人给他撑腰。见他这么宝贝的模样，真难想象当他知道他儿子为什么而死时，
还会不会笑这么开心？很快，婆婆便带着他们老家的亲戚打上门来，要求拿走老公的遗产。你没有上班，钱都是我儿子赚的，存款全部归我，你赶快交出来。我冷笑，过了几年城里人的生活，怕是忘了泥土的芬芳。张建南的确能赚钱，但是从来不交给我，我也从来不计较。他的钱可都是在老婆子和小三手里，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智商，以为叫几个大汉就能威胁我，将我的财产侵吞。我看了一眼墙上闪烁的红点，道：妈，建南才刚过世，你怎么就来抢我的钱呢？况且建南的工资从来没有给过我，我的生活费、保姆费都是用的我自己的钱，包括你身上穿的、戴的，都是我的钱。婆婆呸了一口：你的钱？你一个书都没有读过的孤女，嫁进我们张家，就是我们张家的。把银行卡给我，密码给我，否则，哼，别怪我不客气。可是你们这样，几个大汉开始撸袖子，我吓得赶紧掏了所有银行卡，这是我所有的钱了。密码是，你们别伤害我的孩子。你这套房子，我就大方一点，留给你。我儿子住的大房子，写的是我儿子的名字，应该归我。你现在就跟我去过户。我的软弱大大取悦了婆婆，她双手叉腰，鼻孔朝天指着我。几个大汉将我围住，大有我不去过户就要对我不利的模样。我脸上满是悲伤。妈，我就快要生了，你把我的钱都拿走了，我怎么办呀？我肚子里的是建南的血脉，是你的亲孙儿呀。呸，怀的不过是一个赔钱货，算什么血脉？你没钱，没钱去卖呀。可是今天是周末，没法过户，那就周一去过户。突然，他看见了我手上的大金镯子，目露贪婪的光。你这个败家的贱人，又乱花我儿子的钱。镯子取下来，我揉了揉被扒镯子时弄疼的手，看着他们扬长而去的背影，耐心等待，直到手机短信收到各个银行好几个4.9万的取款信息。我按下报警电话。你好，这里是温情小区2单元303号，我要报警。1个小时前，我婆婆被一群大汉挟持，入室抢劫，总金额上千万。我已经孕9个月，刚才吓晕了，肚子有点痛，可能被吓得动了胎气。是的，需要救护车，请你们快来。渣男、好婆婆、小三，一个都别想跑。以他的脑容量，永远也想不到，这只是我为他们布的连环局中的第1环。我是一个孤儿，从小在福利院长大，只有高中文凭，10几岁就出来打工了。我身高长相都平平无奇，没房没车没男友。在25岁之前，我是个996的打工仔，虽然拼了命工作，但依然穷困潦倒，前途无望。突然有一天，有人找到我，说我生物学上的父亲躺在病床上，想见我最后一面。她是个傍上了富婆，抛妻弃女，最后除了钱一无所有。
彻头彻尾的渣男。认亲时，除了虚伪的哭泣，一张 DNA 99.9%的报告，还有一张肝脏配型成功的单子。我一边哭着发誓一定要救活这刚见面的世上唯一的亲人，同时一边给某保美宫下单恶性肿瘤的确诊报告。1个月后，我继承了生物学父亲所有遗产，我从穷癌晚期摇身成为千万富婆。我老公是农村里飞出来的金凤凰，名牌大学研究生。我与他本无缘，全靠我有钱。他是我精挑细选的老公人选，身高1.8米，皮肤白皙干净，身材匀称，手指修长，性格温和，最主要文凭还高，以后可以辅导孩子写作业。恋爱1年结婚，婚后2年怀孕。发现怀孕后，老公心疼我，便让我辞掉了月薪3000混社保的工作。我孕反严重，老公又心疼我，辞掉了做饭让我吃不下的保姆，将婆婆从老家接来专门照顾我。婆婆对我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天都把小林是个孤儿，吃了很多苦。我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疼，挂在嘴边。怀孕6个月时，婆婆陪我去了一趟医院，回来后就有些反常，走路不像以前一样带风，不会再摸着我的肚子叫乖孙，还经常盯着我的肚子看，看得我发毛。老公每次一下班回来，她就拉着老公嘀嘀咕咕。没过几天，老公带她出去了一趟，回来后又走路带风，还笑得一脸褶子。此外，家里多了一个保温桶，而且她炖鸡汤的频率更加频繁了，但我碗里的汤却变少了，取而代之的是每天晚上给我热一杯牛奶。我冷笑，他们应该是已经确认了，小三肚子里的是个儿子，所以我和我肚子里的女儿就该死。发现老公出轨是在我刚发现怀孕那天，我给他洗衬衣时，发现领子内侧有一枚口红印，这是小三的宣战。我猜他并不知道。我花了3个小时去伤心，去痛苦，去平复情绪，而后我戴了防晒口罩、防晒帽子，用一个黄金镯子在一个破店换了现金，而后拦了出租车去了20多公里外我曾经租住的地方。那里有一整条街的手机店与电子产品的商铺。我买好了无数个针孔摄像头，照着说明书，在家里每个角落都安上了针孔摄像头。做完这些，我订了餐厅，约了老公见面，要给他一个惊喜。烛光摇曳，老公的脸上是僵硬的笑容。第2天，老公便让我提交了辞职申请，准备在家安心养胎。我需要一个孩子，一个拥有优秀基因的孩子，一个传承我血脉、继承我遗产的继承人。孩子的爸爸脏了，虽然心痛，但也只能扔了。我有洁癖，走在路边，一个高大帅气的帅哥拦住了我。小姐姐，游泳健身了解一下。我正想拒绝，却发现这个小伙子是真的很吸引人，身材高挑，肌肉线条完美，皮肤白皙，眼神明亮但不算清澈。
与我老公气质有些像。我勾唇一笑，填了假名，记下了帅哥的电话。我又在路边电线桩上联系了一个专门捉奸的侦探，雇佣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老公车上、手机上装监听，混入小三家中装监控，24小时跟拍两人大战，向我实时播放战况，以及调查老公的财产。侦探办事的速度是与酬劳的数字成正比的。很快，小三的所有资料便出现在我面前。陈小思比我小几岁，刚大学毕业不久，眼里还带着清澈的愚蠢以及掩藏的算计。他温柔如水，对人永远眼含泪花。他独立自强，兼职打工赚学费，在酒吧的淤泥里也是一朵不染尘埃白莲花。他比起身高不高、长相平凡的我，他1.67米，身材高挑匀称，长相漂亮，气质绝佳，与照片上手挽手的男人一起，金童玉女，一对璧人。若不是那男人是我老公，我都要磕 CP 了。我很中肯地评价，除了没有我有钱，他的确比我更好，所以能勾得一个吃软饭的男人，为他买房。想到房子，我有点忧伤。只有钱足够多，要查张建南的流水很容易。在一起总共3年，他的收入也是节节攀升。除了给婆婆转的款，他与小三在一起2年，吃饭、开房、买项链、戒指、名牌包，总共30多万，车子15万，房子是全款买的，西浦的小三室，不比南门房价，但也花了150万，算个整数200万，也就是小三花了我整整100万。忧伤，我又盘点了我所有的财产，包含个人财产以及夫妻共同财产，继承的存款、商铺是我个人财产，但当初继承的2套房子，我嫌晦气，没有住，我卖了1套，添了几百万，重新全款买了现在的金融城价值1000万的大平层，写的我们俩的名字，因为我们城市限购，以家庭为单位，有户口才能买第2套房。我名下已经有继承的房子，又没有学历能入户，但老公是研究生，可以学历入成集体户，所以我只能依靠他的资格来买房。若是离婚，他得分1半。真的忧伤，我拍了我的脑门，将当初脑袋进的水倒出来。我是穷怕了的，分出去1分钱，就相当于要了我的命。我很惜命，所以我得将我的命连本带利拿回来。我原本只是想搜集证据，用老公的前程与名声，让他净身出户，保护我的财产，却没有想到，他们不仅想要我的钱，还想要我和孩子的命。我每天大把的时间，闲得发慌，我可以悠哉悠哉喝着燕窝，静静听着婆婆与老公商量，怎么让我难产，一尸两命，或者让我出什么意外，死于非命。只有我死了，他才能得到我全部的财产。又或者静静听着小三悲天悯人的给老公讲人世间发生的悲剧，讲生命是多么脆弱，
某个孕妇不小心吃到活血的药，大出血，一尸两命。她可千万要小心。讲有个女人去旅游，掉入山崖而死。老公虽然获得了巨额赔偿，但他失去了他的挚爱啊。我老公宠溺地将她抱在怀里，轻声安慰，眼里闪着光。很快，我就有了牛奶喝。我接过婆婆送来的牛奶，将杯子放在嘴边，轻轻吹了吹，又放下。婆婆忙道：“小林，牛奶要趁热喝。”我点头：“好的，谢谢妈。还有什么事吗？”婆婆目光紧紧盯着牛奶杯：“没事，你喝完了叫我。”房门关上，我给书房里的几盆花浇水，花长势很好，只是有一盆已经枯萎。我又戴上耳机，里面传来令人面红耳赤的声音，而电脑画面上是2个白花花的人影，正在大战300回合。我掏出手机，拨通了老公的电话。视频里的男人不顾女人娇嗔的挽留，慌乱地穿好裤子，抱着衣服，连滚带爬地便出了门。他是我老公张建南，而与之大战的是挺着5个月孕肚的小三陈小思。半个小时后，视频内又出现一个拥有8块腹肌的帅哥，替我老公未完成他未完成的战斗。我啧摇头，我老公的技术没有腹肌男的好。小三的肚子越来越大了，撵我老公粘得更紧了。老公没法，只能出差。他一手拥着我的腰，一手抚了抚我的肚子，一脸认真：“宝宝要乖乖听话哦，爸爸不在，你要好好保护妈妈哟。”他在我额头亲了一口，依依不舍，但我分明看见他的鞋尖是朝向大门的。我轻轻捶了他的胸口：“你可老实点，我会查岗的。”他一顿：“你这小脑袋胡思乱想什么呢？”我轻笑：“想你死。”我用毛巾用力擦着刚才被他碰过的地方，皮肤已经搓得通红。很快，老公出现在了画面上，2人你侬我侬。小三又有意无意提起孩子出生了，他一个人没法照顾，各种花费又是多少。我那大气的老公大手一挥，又转账一大笔，红唇印在他脸上，笑得一脸荡漾。我这人天生见不得别人幸福。我小号发了一条信息，小三的手机立刻响了起来，他脸上得逞的笑还未散去，下一秒吓得脸色铁青。他假装不舒服，起身要躲去卫生间，短信接踵而至：“宝贝，怎么不接电话呀？我在你家门口。”他吓得一个趔趄，挺着肚子摔倒在我老公怀里：“宝贝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小三连连摇头，躲去厕所。出来时，脸色已经恢复如常，看来是找借口将人打发了。真是好笑，又好玩。晚上，2人正在深入交流，关键时刻，我一个视频弹过去，又是吓得他一个机灵。只见他慌忙将手机设置成飞行模式，飞速提起裤子往外冲，留下床上小三一脸哀怨：“老婆，刚才在电梯
没有信号。怎么了？想老公了？他的声音气喘吁吁，背景是酒店，能在几分钟之内跑到酒店，还开好了房，看来是早就准备好了的，真是难为他这么周到了。老婆，今天我们全天会议，我会设置飞行模式，一整天都不能联系你了，想你。第二天一大早，老公又气喘吁吁地跑到酒店，专门给我报备。好，我悠哉悠哉吃完饭，看着手机上发回来的实时播报，珠宝销售将一枚能闪瞎人双眼的钻戒戴在小三无名指上。小三一脸娇羞，哎呀，这个会不会太大？太闪了呀！我老公搂着她的孕肚，你配得上最好的，包起来吧。正当他打开手机准备付款时，突然脸色大变，踩着风火轮逃之夭夭，留下小三风中凌乱，一脸怨毒。因为我发了个对老公可见的朋友圈，机场的照片，飞去他出差的城市，看着照片里面的老公一刻不停赶往出差的地方，一脸疲惫，我就愉快，身心愉快。老公，我原本想来陪你，给你个惊喜的，都到机场了，但是突然肚子不舒服，就回家休息了。结果是，他砸了手机，将酒店房间砸得乱七八糟，瘫软在床上，疲惫不堪。自从我发现他出轨，便时不时逗逗他，吓吓他。不得不说，比逗狗要好玩。俗话说，不想转正的小三，不是好小三。小三自然不会甘于做一个见不得光的人，生一个私生子。在我老公无数次为了我而丢下他后，我短信便出现了他与我老公的亲密照，还有一条接一条的小作文。你老公根本不爱你，他爱的是我。若不是可怜你是孤儿，他根本不可能跟你结婚。我现在已经怀了你老公的儿子，我们才是一家人。你识相的话，自己退出。你连书都没有读过，你就是个土包子，你根本配不他那么好的男人。你是怎么有脸还霸占着他的？不被爱的才是小三。你这个贱女人，你就是破坏别人真爱的小三。你去死！凭什么？你凭什么每次都在我们最幸福的时候把他叫走？你就是故意破坏我们的。你这个恶毒的女人！或许是我从来不理会，或许是逼婚不成功，不甘心，小三的情绪越来越差，言辞也越来越犀利。在老公又一次与小三情到浓时，我又打电话过去抱怨，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总是有奇怪的短信发到我手机上。老婆，什么短信？就是骂我是小三，还说什么已经怀了孩子之类的，真是奇怪。老公立刻如临大敌。老婆，你千万别信，肯定是有人嫉妒我们恩爱，故意陷害我的。你不会相信的吧？我奇怪道。老公，你说什么呢？什么陷害你？短信里没有说名字，难道说的是你吗？有人说我是你的小三吗？老公，肯定不是。老婆，你别误会，我是说，有人恶作剧。挂断电话，小三脸上红彤彤的巴掌印触目惊心，两人大吵了一架。
小三哭着质问我老公：为什么还不跟我摊牌？为什么还不跟我离婚？是不是真的爱上我了？是不是不爱他了？他要去死，带着肚子里他老张家的儿子去死。老公费了好大的功夫，又是道歉，又是诅咒发誓，只爱他一人，只有他肚子里的孩子才是他张家的孩子，他的财产全都是婚前财产，就算离婚，只能分我们住的那套房子的一半，只有几百万，怎么够孩子以后的花销？我不忍心你和孩子以后跟着我受苦，所以只能暂时委屈你们娘俩。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快了，等他死了，财产都是我的，我们一家三口才能团聚。虽然我对他已经死心，但要我死的话，我从他嘴里亲耳听到，心还是狠狠痛了一阵。让我心痛的后果就是打人，把我老公打得鼻青脸肿，手腕上咬儿齿痕血淋淋的。我有什么坏心思呢？不过是因为怀孕，激素不稳定，情绪不稳定而已。我的无理取闹，小三的逼婚，让他身心疲惫，他已经没有耐心继续等我死。他终于决定动手了，两人商量了好几天，都没有商量出一个让我看起来十分自然的意外死亡，还能让他们全身而退的。比如带我去坐我喜欢的轮船，将我推下海淹死，我不会游泳，必死无疑。比如在某个高的楼梯，将我推下去，一尸两命。比如在我的车上做手脚，司机带我去产检时出车祸死亡。比如将我关在家里，用专门的机器屏蔽手机信号，给我的药加大剂量，让我大出血，让我无法求救，绝望地去死。这个方案在众多方案中胜出。他作为家属，不要求尸检，不会有任何人怀疑。在动手的那天晚上，小三与肌肉男被老公捉奸在床，老公大发雷霆，1.8米的个子，在肌肉男面前却像个白斩鸡，不过3、5招，我老公手机被摔碎，还与地板来了个亲密接触，脸上传来的剧痛，头顶的草原，他打不赢肌肉男，男人的尊严又让他无法灰溜溜地跑，所以将怒气发在小三身上，而后留下一句恶狠狠的贱人，愤然离去。而他不知道的是，在他走后，肌肉男也甩了小三一巴掌，消失无踪。小三动了胎气，肚子痛得在地上直叫唤。我老公电话已经光荣阵亡，小三自然联系不上，只得自己打了急救电话。一出大戏，让怀孕8个月的小三早产。婆婆照例给我热了杯牛奶，让我趁热喝。我推脱没有胃口，她又去给我倒了杯热水。我跟着她去了厨房，站在厨房岛台旁，我就着水杯，在婆婆炙热的目光下，轻轻吹了吹，刚要张口喝，我忽然又放下。妈，等一会你出去跳广场舞，可要记得带手机，将手机声音打开哦。剑南没有在家，要是我出什么事，连个帮忙的人都找不到。婆婆脸色十分精彩，正要劝我趁热喝水时，电话响了起来。
他赶紧躲开几步，压低声音，鬼鬼祟祟。接完电话，他又急又喜，赶忙给自己儿子打电话，但他根本打不通。我从橱柜里重新拿了一个同款的杯子，倒了小半杯水，一饮而尽。我挪动了身子，挡住了方才那杯水。待他转过身来，我手中的杯子已经空了。他满意点头，将杯子洗干净，急急忙忙就出了门。为了不让我打扰他，将我的微信和电话拉黑。没多久，我老公一脸颓废地回来了。我大惊：老公，你怎么一脸晦气？怎么脸上受伤了？被人打了吗？老公压抑着怒气，将我抱住，不停地说爱我。我说：老公，我也爱你。腻歪了好半晌，他觉得口渴，见到台上有一杯已经凉了的水，他端起水杯，一饮而尽。你看你，一身汗，快去洗漱吧。老公在我额头落下一吻，我适时娇羞，将杯子直接收进了柜子。洗漱完，老公问我婆婆去了哪里，我如实回答：妈接了个电话，急匆匆出去了。老公，可能是她跳舞的姐妹催她了。咦，平时这个时候妈应该已经跳完舞回来了。妈今天没有去跳舞，我听她接了个电话，好像说什么摔倒、早产、抢救之类的，还给谁打电话一直打不通，就着急忙慌出去了，好像是被打得早产的，真不是人，简直是畜生，连孕妇都打。对了，老公，妈有什么认识的人怀孕早产了吗？老公脸色大变，掏出自己的破手机，慌乱地按，啪一声，他暴躁地将手机摔到地上。老公，你去哪里？我叫住已然失去往日沉稳的老公，他一丝不苟的衬衣已经皱巴巴，头发被抓得乱七八糟，整个人看起来可怜又滑稽。我出去一趟，他出门的时候捶了捶自己的头。好的，再见，老公，真是可惜呀，你在我人生中最后一面是这样邋遢不堪。我摇摇头，果然小三是心头肉啊。就算已经发现小三的奸情，得知他出事，还是跌跌撞撞奔向他呀。但凡你不那么着急去见他和私生子，我说不定可以考虑救你的。我在医院一个劲喊痛，医生给我开了张受惊下动了胎气的单子。警察局，婆婆拍着桌子，与警官争得面红耳赤，口吐芬芳。见到我出现，立刻将矛头对准我。你这个贱人，竟然敢污蔑我抢劫，还敢报警抓我，简直反了天了，还不快让他们把我放了。我咬着唇，委屈巴巴的，一言不发。警察，你婆婆说那些财产是她儿子的，她只是合法去取遗产，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是你的财产？我从手机里翻出市民云的房产信息，手机银行的交易截图。这一套房子是我全款买的，写的我和老公2个人的名字，属于妈的那一部分，我会分给妈的。毕竟，妈是我老公在这世上唯一的亲人了。可是妈，你为什么要把钱全部拿走啊？
我肚子里的孩子，以后可怎么生活呀？是不是他们威胁你，威胁你来抢劫我的？妈，如果是的话，你快给警察说，警察会为你做主的。我们把钱拿回来，我给你养老送终。你放心，你是被迫的，没有罪的。威胁你的人，肯定牢底坐穿。婆婆还没有来得及反应过来，那火汉子便吓得赶紧指认婆婆，是她请了他们来，如果我不交出钱财，便将我绑架。妈，为什么？我以为你是被迫的，原来是你要抢我的钱吗？我悲痛欲绝，向警方透露，因为那套房子放着贵重遗物，虽然平时没人住，但也安装了监控。警察调查一番，婆婆带人入室抢劫，意图绑架，金额巨大，且已经实施取款，但因我们关系特殊，婆婆拒不认罪，只叫嚷着是拿自己儿子的钱，案子很难定性。若是我答应调解，此事便是误会，作为普通家庭纠纷处理；若是我不答应，婆婆作为主谋，入室抢劫，金额巨大，铁窗编制是她的归宿。只要我写谅解书，还能出来，有个安稳的晚年的。我低头垂泪，妈，我肚子里的是你唯一的亲孙儿呀，你为什么这么狠心，要置我于死地呢？婆婆指着我破口大骂，你这个贱人，不过是个赔钱货，怎么配花我儿子的钱？我儿子的钱，自然是留给我大孙子的。我吃惊道，什么大孙子？婆婆得意洋洋，自然是剑南的儿子，带把的大孙子，剑南的儿子，他难道背叛了我？哼，你识相的话，把房子和财产给我的大孙子。妈，你们都知道，剑南背叛我，出轨了，还生了儿子，就独独瞒着我。你们把我当什么？我咬咬牙，在警察们同情的目光中，缓缓说道：对不起，给你们添麻烦了，请你们依法办案吧。我受不了亡夫出轨还生了私生子的打击，婆婆抢劫绑架的失望，在婆婆咆哮声中，我失魂落魄地出了警察局。第二天，家里来了个不速之客，小三陈小思，抱着未满月的私生子，找上门来。大门敞开，他当着看热闹的邻居的面，柔柔弱弱地哭诉，他像是个正义的使者，痛陈我的罪状，不敬婆婆，忤逆不孝，对我老公的亲生儿子赶尽杀绝，侵吞我老公的遗产。陈小思女士，你说你跟我老公张建南是真爱，你怎么证明？你说你怀里的儿子是我老公的，你怎么证明？我也是个即将做母亲的人，如果他的确是我老公的孩子，我愿意按照法律，将老公的遗产分给他的孩子。见我果然如婆婆说的懦弱无能，好拿捏，她赶忙交出证据，这是建南的亲儿子，他们张家唯一的香火，我们的左邻右舍都能证明。还有这个，是建南给儿子起的名字。我知道我们对不起你，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呀，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情深。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孩子是无辜的，
他是剑南唯一的血脉呀。我点头。既然是我老公的孩子，那自然可以继承我老公的遗产。你把亲子鉴定拿来，我就把孩子应得的分给他。小三脸色不愉。亲子鉴定？要什么亲子鉴定？你是在怀疑我对剑南的爱吗？你是在侮辱我们的感情吗？你是容不下我和剑南的孩子吗？你是想逼死我们母子俩吗？大家快来看啊！恶毒女人想要逼死我们孤儿寡母了。见有人拿出手机录像，她哭得更欢。我挺了挺肚子。你跟我老公偷情，我不怪你。你抱着孩子逼上门来，我不怪你。看在我老公的面子上，我答应了给孩子遗产，只是要你拿出亲子鉴定。不过分吧？我怎么恶毒了？怎么逼死你了？难道你根本没有亲子鉴定？孩子根本不是我老公的。小三眼神慌乱，哭哭啼啼，一副受了天大委屈的模样。他自然没有亲子鉴定。他儿子的生日便是张剑南的忌日，而张剑南已经成盒，根本不可能做亲子鉴定，否则小三怎么可能找上门来，意图拿捏我，直接就走法律程序争遗产了。小三费了很大的劲，将暂时拘留的婆婆保释了出来。她要找强有力的同盟，而婆婆为了她的宝贝带孙子，无所不用其极，给我发威胁短信，到小区堵我，又是哭又是闹，又是撒泼又是打滚。我朝她勾唇一笑，你猜你儿子是怎么死的？婆婆疯了似的想要弄死我，她认定了，就是我将她儿子害死了。她带着小三与警察上门，要将我这个杀人凶手绳之以法。我乖乖跟着去了警察局。进警察局这种事，一回生，二回熟。我知道警察在我家搜集证据，所以我好心的提醒，小三与婆婆现在住的地方，才是我之前住了几年的地方。警察指着从家里拆下来的监控，质问我：你为什么在家里装监控？我一脸无辜，我肚子大了，怕一个人在家有什么危险，所以才装的监控。怎么解释你每次都把牛奶倒掉？因为我不能喝牛奶，我乳糖不耐受，但我不能负了婆婆的好心。警官，牛奶怎么了？跟我老公的死有关吗？在自己家装监控，犯法吗？不犯法，但是能拍下犯法的证据。从婆婆与老公商量怎么弄死我，到婆婆每天给我一杯毒牛奶，再到婆婆给我倒的那杯送命的水，每一针每一句都像一把刀，重重刺入我的心脏。我歇斯底里，崩溃大哭，妈，我是孤儿，我把你和剑南当成世界上唯一的亲人，你们居然想杀了我。妈，是那杯水，你亲手杀了我老公，杀了你的亲儿子呀。婆婆彻底崩溃，有什么比自己杀了自己亲儿子还痛苦呢？但她还有孙子，她不能倒下。她专门请了辩护律师，以那杯水里放的只是蛋白粉，不是毒药为由，主张无罪。老公已经火化，死无对证。虽然从监控中看到那个杯子
没有洗就被我放入了柜子，而且验出了毒。但我也接触过，并不能证明就是婆婆下的毒。当天晚上，婆婆上门，指着我鼻子骂：你这个贱人，你怎么不去死？为什么毒不死你？你这个毒妇！我笑笑，不然你猜，为什么我书房里所有花都长得好，只有一盆死了呢？你怎么那么恶毒呢？怎么那么会装呢？都怪你这个贱人，才害死了我儿子！我要让你偿命！他恶狠狠地扑过来，想要扇我巴掌。我手指着监控，你若是不怕坐牢，就只管来打，他终究是怂的。哼，若不是为了照看我的宝贝大孙子，我非弄死你这个贱人不可。我勾唇一笑，你猜，你的宝贝带孙子是你儿子亲生的吗？我趁他愣神，将他推出门外，砰一声将门锁住。你这个贱人，什么意思？你滚出来，说清楚！很快，他手机响了。那么精彩的肌肉男大战，怎能不让他欣赏？他看了一会儿，怪叫一声，杀回了家。小三的儿子死了，婆婆看了自己儿子前脚刚走，小三便叫了肌肉男来颠龙倒凤的视频，将小三打了个半死。争执中，私生子摔在地上摔碎的玻璃碴上，鲜血直流。还是好心的邻居帮忙报了警和120。被抓时，婆婆还发疯地大骂小三是个贱货，大孙子没了，天杀的贱货，拿野种来骗我，她该死！我去看婆婆时，她忽然冲着我的肚子兴奋大喊：我们老张家还没有绝后！哈哈哈哈！我凑到她耳边小声道：真是可惜，我肚子里的孩子只会姓林，不会姓张。你们张家绝后了。我再告诉你一个秘密，那个孩子是张建南的。你杀了自己的儿子，还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孙子，张家的香火被你亲手断了。婆婆疯了，我花了大笔白花花的银子，务必要将她治好。疯了就什么都忘了，怎么在铁窗内每天承受杀死儿子和孙子的痛苦呢？我将张建南小三花的每一笔钱的证据提交法庭，要求返还夫妻共同财产，以及那套房。小三死了儿子，被打得毁了容，腿断了，一辈子都是残废了，钱没了，房没了。至于以后会怎么样，与我无关了。自此，我拿回了我所有的财产，滴血不沾。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还请点击订阅微光夜读，并分享给更多的人，这会对我帮助很大。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